我要用什麼準備的狀態來處理我現在要處理的事情？就會可能有路人，然後來找你攀談，然后忽然問了你這個題，对，大概是這樣。這邊是登機前廣播，最後登機呼叫。這裡是機長 King 廣播，感謝您搭乘阿金宇宙航空，本次航班編號 TK0701，將由台北小巨蛋飛往火星，時間是2026年7月1號正式起航。目前航班已經開放登機，請尚未登上太空船的旅客加速登機。提醒您，此趟航空不提供保證，不提供承諾結果，也不接受等我準備好再說的登機理由。如果您正在猶豫，不是因為您不夠好，而是這是一趟真正會改變你人生的旅程。再次提醒 ，VIP 登機門即將關閉。阿金宇宙航空提醒您，人生中有些航班錯過了就不會再加開。謝謝您準時登機，再會。好來嘍 Try it. 來，我們現在的第一集是初入職場的新鮮人 ，OK， 22到27歲左右，剛進社會，對未來還在探索跟觀察的階段。OK， 好，來，快問快答，開始。剛出社會沒幾年，還搞不清楚自己想做什麼事情，這樣的人適合參加火星計劃嗎？應該是這樣子講，就是你如果想要在人生中找到一個人已經走了比你足夠遠，作為你人生中的一種短期間的目標。為什麼我說短期間目標？因為你未來一定會超越我嘛。然後我們一坨人在做一個很不一樣的事情，很類似於你去看了 Alex 的紀錄片，爬了101的這種感覺。他在展現他的人生挑戰一個很困難的事，但這個行為是很激勵人的。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人生中有一個強而有力的證據去證明其實你是有方向有方法能夠打破迷惘去挑戰不可能的，那你一定要來火星計劃。因为你會看到一個人一個團隊付出了極大的努力讓某件事情做成功的過程本身就是火星計劃。所以你要讓自己參與進來，你才懂這種感覺在你人生中能夠被重複的時候，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感覺嗎？無時無刻你都會想起來，哎，對耶，當初 King 也很害怕，他的團隊也很 suffer 的時候，還是 keep going，and then 我要 keep going，yeah， 對啊，大概是這樣。現在真的能夠刻骨的明白 suffer 是什麼意思？我現在 suffer 的畫面都是有人開着垃圾車把我拖在後面，地上拖行的畫面，你知道？為什麼是垃圾車？就是垃圾，一定得是垃圾車，must be 垃圾車。好，來第二個，明明已經有工作，但是覺得每天都很迷茫，是不是我不夠認真？不是，是你有了3個力量，你少了其中一個力量。你有體力跟腦力嘛，但是你心力沒有了。你的腦力足夠讓你工作嘛？聽起來你還有在工作啊，那你體力也足夠讓你工作，但你心理的力量沒有了。所謂心理力量，就是你的意志力稀缺了，因為意志力本身就是一種可被消耗的資源嘛，所以你只能靜靜的等待它，像是我那天才回了另外一個人，像是冰萃咖啡一樣，一滴一滴的滴到你的心流裡，所以你幾乎會看到那個被滴下去的時候，那個漣漪散開的畫面，然後你還會聽到好像廁所水龍頭沒關那種嘟嘟嘟那種聲音。那個其實你仔細聽的話，是你心流回來的聲音，你不能忽略它而繼續盲目工作，因為一旦你消耗了更多體力跟腦力，你就沒有機會 recover 你的心力了。所以我會希望你給自己一段時間。為什麼我能夠有這個經驗的原因是，那時候我們做了另外一個秀叫《星辰之境》，是極度深度的人生跟內部自我的探索。我在那個時候第一次做完那個秀的時候，我癱瘓2週，應該有完全無法工作，覺得自己不配活在這個世界上，然後無法思考東西，做最喜歡的事情我都毫無感覺，情緒沒有辦法有任何波動。然後突然2週後的某一天，我正常了，就是我的水重新填滿到正常的水位了，讓那個水龍頭打開，裡面有水可以流出來。因為你要知道，如果你要喝一個那種桶裝水，如果那個水位低於水龍頭，水會流不出来嘛。即便你水龍頭一直開着，所以只能是你水龍頭先關着，讓水慢慢填滿之後，你再去享受那個心流回流的感覺。所以你並不是體力跟腦力出問題了，同學，你是心力爆炸了。第3題，有時候會突然問自己，現在走的這條路是我要的嗎？
沒有人知道答案，任何人都不能給你答案。我想神可能可以給你答案，但我沒有答案。我的答案是，你並不知道你走這條路是對還是錯，它宛如天上的星辰吧。對，你會看到每一顆星星，單顆星星在閃亮嘛，你也會去追逐小熊星座，追逐北極星，但你有沒有那麼一刻，在10年之後，你回頭看這個光景，它形成星空的那一刻，你才會明白，10年前的你自己，現在感覺到迷惘是一種很可愛的過程，因為人生中總是充滿迷惘跟探索嘛，充滿不確定性嘛，你有好多事情值得你自己再去做一次嘛。對，但是在那個過程中，你現在的感覺其實是一種很珍貴的稀缺，對，那種稀缺的感覺，不見得會在你未來變得更成熟之後，你還會體會到。所以我很羨慕你會感到迷惘，因為在我們這個年紀，我沒有權利選擇迷惘了。對，我們整個團隊都沒有這種權利，我們是事情會朝你狂奔的，所以我們沒有機會停下來了，但你有。所以我覺得你其實是很幸福的，你還有感受迷惘的能力，祝福你。第4題，我想要做出點什麼成果，但是總覺得自己還太嫩，還不夠格。如果你做出的成果是給別人看的話，省力氣吧。你應該要給自己看，你應該有那麼一刻，你站在鏡子前面，你會跟自己說：“我覺得我們自己做的不錯，我覺得我做的很好。”你可能都忘記你上一次自拍是什麼時候，你上一次覺得自己很榮耀是什麼時候，你上次覺得你獲得自己的尊重是什麼時候。對，火星計劃裡面有一個篇章，第5章的最後一個章節的時候，我們談了一個東西叫內在回家的感覺。你現在聽到這句話，你可能會很有感覺，因為你深深知道，當你內在回家感覺的時候，你會獲得成就感，會獲得別人對自己的尊敬。然後呢，你會很期待自己的每一天醒來之後去執行你越來越偉大的計劃。對，所以事實上你可能忽略了那些東西到底是什麼。不要急着把10年或20年能夠完成的事情在一瞬間燃盡，那不是一個你現在該點燃的火花。充其量它就是一支仙女棒。對，你當然會看到它光彩奪目的時候，但是那種感覺是一種興奮，其實不是幸福。還是祝福你找到內在回家的感覺。好，最後一題，每天都忙着追 KPI， 下班回家卻只想發呆。Oh my god！ 我是不是壞掉了？辛苦了，辛苦了。每一個人對你說這句話的時候重量不一樣。那我們做過很多事情，我也在世界上做出了很多留下來會被別人傳唱的成就。所以你要記得，現在說出辛苦的這句話的人是我。他真的對於別人跟你說辛苦的重量是截然不同的。我深刻能夠體會你會有這種感覺的時刻，因為以前我也有。但同樣我也很羨慕你，因為我們再也沒有這種感覺。我們不能隨便亂沒心力，知道嗎？對，我們我太理解你其實是心力匱乏。你甚至還會有一種時候，你會下班之後故意熬夜，故意亂滑手機，希望通過這種刻意的浪費時間來填補自己一整天都這麼努力的時光。然後短影音 Reels 好多東西會給你快速的多巴胺，但你要的真的不是這些，你要的是慢多巴胺，很慢的得到某種很寧靜的感覺，並且去相信這個寧靜的感覺會在你的人生中不斷的且無止境的被重複它。對，等到你能夠理解我現在所談的這件事情的時候，你可以非常自信的對着鏡子自拍，就告訴自己，你真的長大了，你真的能夠克服很困難的事情了，你真的成為不一樣的人。如果我有機會在你面前親口跟你講這句話的話，我的那句話的開頭還是一樣，你辛苦了，但加油。好，耶。